这个雪碧瓶狂魔动作真快啊，居然先我们一步清空了冯毅的电脑。你不觉得这是很蹊跷吗？啊？怎么说？雪碧瓶狂魔是怎么知道冯毅拍到了自己呢？也许他在贴雪碧瓶时看到了摄像头。那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处理掉视频，偏偏要拖到昨天才行动？这很好解释啊，也许冯毅死了才有机会溜进他房间。冯毅是个自由摄影师，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，对犯人来说肯定是越早处理掉视频越保险。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犯人是最近才知道自己被拍到的事。我问过张小姐，冯毅在他窗外装摄像头的事，他先前未对任何人说过。怎么会？他当时不是还报警了吗？张小姐不堪冯毅骚扰报警是在这之前，后来她觉得警察帮不了自己，索性没再报警了。所以直到张小姐被捕，在交代杀人动机时才说出了摄像头的事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犯人会不会正是通过张小姐的口供记录得知窗外有摄像头的呢？而能看到口供记录的就只有第二分局的所有警察了。难道？恐怕警察局里有内鬼。请进。薛举，有一份您的信件。这是什么人寄的？木下街，这是个假地址。薛举，这是恶作剧吗？不知道寄信人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先不要轻举。薛举，我刚才收到了这个。啊！薛举，我收到一封信。怎么会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又来这回事？到底是谁寄的？喂，李飞姐姐。李佳略，薛局好像要派人重新调查师哥的案子了。真的吗？为什么这么突然？难道有新证据？你带夏彤来一趟师哥的家可以吗？进来吧。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今天上午，第二分局的许多警员都这封信。这到底是谁寄的？他手上真的有证明木队不是凶手的证据吗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但如果杀害师哥的真另有其人，你们是尸体的第一发现者，叫你们过来是想让你们再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。我也跟薛局打过招呼了。夏彤，当时正是基于你的推理，木队才会被列入凶嫌。你再看看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疏漏的地方？李飞姐姐，木队那边现在怎么样？木队现在还被关在拘留监狱，30天之后会正式开庭审理。但目前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能指证木队是凶手。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太好了。夏彤，其实仔细想想，你当时的推理真的有些武断。我刚才也说了，凶手满足3个特征：第一，凶手是第二分局里的人；第二，凶手闻不出气味；第三，凶手尝不出味道。我认为木队是被人陷害的，他智商这么高，真的要杀人的话，会留下这么多破绽吗？我当然有想过这个可能性。你知道后期奎因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评论家曾对美国推理作家艾勒里·奎因的作品进行讨论，指出在推理作品中有关线索真伪的问题。简而言之，任何案件里都可能出现指向错误结论的假线索。如何分辨推理依据的真伪，无论在推理小说还是现实案件中，都是一大难题。在李斯的案件中，如果说一切都是真凶故布疑阵，为了让我得出真凶是木队的结论而大费周章地弄出诸多假线索，理论上的确是有可能。夏彤这么说，但这种可能性十分低。为什么？你仔细想想，假设存在一个真凶 X， 这个 X 的目的是要陷害木队，那么当他在现场布置了一堆假线索后，却没有留下足以指证木队的决定性证据，这不是等于白忙一场吗？就好比足球运动员都带球攻到对方禁区了，却始终没踢临门一脚。事实上，我之前做出的推理也仅仅是推理，没有证据，终究无法给木队定罪。这样反过来一想的话，也就不太可能存在真凶 X 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场的那些线索都是真的，木队的确就是凶手。可是，如果真凶 X 已经留下决定性证据了呢？只是警方还没有发现。
对了，子弹啊！那颗打入李斯哥哥后脑的子弹，也许就是 X 留下的证据。他可能偷了木队的警枪行凶。不太可能。啊？枪械平时都被锁在第2分局专门的警械库内，哪有这么容易偷？只有木队自己才有可能偷偷拿走自己的枪。那打死李斯哥哥的那枚子弹有做过鉴定吗？这2天就会送到鉴证科化验。如果子弹上的航线和木队的警枪吻合的话，可恶！我相信木队，他不会是凶手。唉，现在过了，希望别是木队。就算不是木队的警枪，也不能证明他可以用别的枪杀人。但如果证实是木队的枪，那就是铁证，因为 X 偷不到警枪，这案子可以结了。夏彤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咬定了木队是凶手？这不像平时的你啊！你能不能冷静下来想想清楚？如果真是木队干的，他会笨到用自己的警枪杀人吗？而且你一直忽略了一点，就是木队根本没有杀李斯的动机啊！哼，也许出于什么理由，木队根本没想掩藏自己的犯罪。人心是很微妙的，只有证据能代表事实。至于动机嘛，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罢了。我真是看错你了，夏彤，你跟木队有什么仇？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为了追求真相永不放弃的人，你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，一意孤行，不听取别人意见，自负到觉得自己永远都是对的。所以呢，我对你很失望。李佳略，别管他了，能不能带我看一下警械库的记录？案发当天没有木队警枪的取枪记录，之前的记录也都很正常。他的枪现在在这里吗？被鉴证科拿走了。你们查的怎么样？薛局，还没有什么进展。这是……哦，这是新到的一批警棍，我把它放进去。这个警械库有哪些人可以进来？只有警械库的管理员，还有分局里拥有配枪资格的3名队长，包括木队啊，当然还有薛局。不过每位警员的枪都单独锁在各自的保险柜内，保险柜密码只有本人知道，所以即使能进到这里，别人也偷不了木队的警枪。哼哼哼。雾气里的厚重，栀子花开了风，绚烂的意云种种，黑白空洞，天地苍穹，为何的眼眸中，淋漓被谁感动？皎洁被言语温柔，一笑带过，耀眼火中，阴暗的国度中，谁脚步在舞动？优雅的如此从容，沉住在胸。